如果你的人生只剩一次机会去改变轨迹，你会先做什么？大多数人会说，我要努力。但真正的难题不在于努力，而在于你努力的方向到底对不对。方向错了，再大的坚持都是弯路。人生的分水岭不是运气，而是决策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成长与决策背后的底层逻辑，8个思维定律，足以让你少走10年的弯路。1. 莫斯科定理。人生多数难题并不难，难在我们总在修补外表。莫斯科定理的要义很直白，遇事至少连问5个为什么，直到你碰到能被行动解决的根因。比如一家咖啡店复购率下滑，第一问，为什么顾客不再来？味道变了。第二问，为什么味道变了？新员工出品不稳定。第三问，为什么不稳定？配方没标准化。第四问，为什么没标准化？老板觉得师傅带徒弟更快。第五问，为什么老板会这样判断？他误把经验当制度。真正症结是没有可复制的流程，而非员工不努力。换成个人成长同理，你说我自律不够，再追一层可能是我目标模糊，再追一层是我找不到目标与回报的连接，再追一层是我没有及时反馈机制。当你问到今晚能做什么立刻改变的那层，问题才算到位。这个方法的威力在于，它迫使你区分表象事件和结构原因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缺毅力，其实是缺设计，缺把目标拆成小步，缺把反馈放进身边，缺把奖励嵌进过程。做法很简单，拿一张纸，写下困扰你的头号问题，往下依次写5个为什么，每个答案都必须具体到可验证，而不是情绪化的判断。最后那一格，就是你接下来7天只做一件事的行动点。别急着完美，先用7天把最关键那颗螺丝拧紧。你会惊讶，很多长期焦虑在5个为什么后，竟然只剩1个电话、1个表格或1条流程。2. 围棋定理。真正拖住成年人的，不是没时间，而是没主见。围棋定理强调，当大家都这么说成为理由时，危险往往已经发生。市场里，羊群走向往往决定了悬崖的位置。职场里，管理往往意味着没人承担思考成本。独立思考不是唱反调，而是建立一套个人判准。我如何获得信息？如何校验它？如何在不确定中下注？这里给一套上手的3步框：拆、比、证。第1步拆，把结论拆成若干可以单独被检验的假设。比如你听到短视频红利没了，拆成获客成本趋势、转化率趋势、平台政策、供给是否过剩。第2步比，横向比较3类来源：数据、趋势线、案例、可以复盘的项目、人的动机，谁在说，为什么说。把谁说放进语境，很多断言就自我消解了。第3步证，用一笔可承受的小赌注去验证。比如投放2000块的小预算，跑1周 AB， 做10个客户访谈。独立思考的本质，不是把答案装进脑袋，而是把验证机制装进生活。还有一个实操克制，当你发现自己被热词牵着走， AI、元宇宙、躺平、断舍离，先按下暂停，问3句：它解决了什么老问题？带来什么新成本？如果失败，我还能活下来吗？这3问像安全带，让你在舆论的过山车里不至于摔出去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纪律可以外包，洞见不能外包。别人可以给你闹钟、清单、工具，但没有人能替你决定什么值得做。独立思考就是把值得握回自己手里。3. 吉格勒定理。别再把没天赋当挡箭牌。所谓吉格勒定理，说的是一个朴素但常被忽略的事实：大多数我们以为的天赋，其实是长时间成体系的训练叠出来的。想想你身边的会说的人、写得好的人、成交率高的人，他
他们真的是天生的吗？把镜头拉近，你会看到3个共同点：兴趣让他愿意开始，刻意训练让他避开低质量重复，高频反馈让他越走越准。兴趣不是爽感，而是做这件事能让我看见自己变好的确定感。刻意训练不是多做，而是做那些恰好卡在能力边缘，需要费点劲才能跨过去的小关卡。比如演讲不是多讲，而是专练开场15秒钩子和结尾号召。高频反馈不是等高手点评，而是把反馈距离拉到最短。比如当天录音回听，当场复盘3点失误，下一次改1处。你可以用30×30法，选一个关键技能，连续30天，每天训练30分钟，每天只攻一个微环节，并把成果晒给真实世界、同事、客户、社群，接受不舒服的反馈。1个月后，你会得到比1年自嗨练习更大的跃迁。再强调一点，成长不是线性，是台阶状。很多人练了2周没变化就放弃，恰恰错过了积累到临界点的那一下。给自己设置可见的里程碑，第7天产出第1个能用的小作品，第14天把失败样本公示，第30天做一次公开展示。里程碑是你的外部承诺，会逼你把训练从知道推进到做到。当你这样去堆，别人眼里的天赋就会悄悄长到你身上。4. 目标置换效应。最危险的不是没目标，而是把手段当目标。目标置换效应说的是，当我们长期盯着可量化的指标，容易忘记当初为何出发。健身的人把打卡当成果，却忽略了睡眠和饮食；做内容的人把播放量当真理，却牺牲了长期口碑；公司把 KPI 完成率当胜利，却失去了用户的耐心。怎么办？给你一张目标体检表。第一问，如果取消这个手段，我还有没有更好的路径达成同样目标？第二问，我的指标是领先指标还是滞后指标？体脂率是滞后指标，睡眠步数、蛋白质摄入是领先指标，营收是滞后指标，询盘量、复购率、满意度是领先指标。把注意力挪到领先指标，你才有实时的可控性。第三问，这个手段是否开始伤害了更高一层的目标？比如为冲销量而透支折扣，伤了价格体系；为冲流量而标题党，伤了信任账户。一旦发现次级目标在吞噬一级目标，立刻止损，哪怕短痛。实操建议：画一棵目标树。树根是价值观、最终愿景、健康、自由度、长期主义；树干是年度主题，粗枝是关键结果，细枝才是具体手段。每周1次，把你做的事挂到这棵树上，看看有没有哪根细枝长成了缠绕藤，在偷树干的养分。把它剪掉，你的树才会长成该有的样子。记住，手段的使命是服务目标，一旦喧宾夺主，就是撤换它的时候。5. 福克兰定律。有时候，人生最危险的不是错误选择，而是迟迟不敢选。布里丹效应来自一个寓言，有头驴子站在2堆同样大小、同样香的甘草之间，他左看看右看看，犹豫不决，最后饿死。听起来荒谬，但这是很多人真实的写照。比如毕业时，你犹豫去大厂还是创业公司，纠结半年，结果2个机会都没了。再比如投资，你犹豫买不买股票，迟疑不决，等你下定决心，行情早已翻倍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犹豫的代价就是被动错失。而福克兰定律更进一步提醒我们，如果一件事没有必要去决定，那就暂时不要决定。他教我们把犹豫分2类，第一类真正关键必须选，第2类无关痛痒根本不值得耗能。很多人花几个小时选餐厅，
比价几十块的电器，却在职业选择、婚姻关系上草草从众。精力花错地方，人生自然会失衡。那要如何实操？这里有一套3层分流法。底层决策无关紧要，直接随机或交给别人，比如穿什么衣服、午饭吃什么，别浪费大脑算力。中层决策可调整，设定一个时间阈值，比如投资买基金，给自己设定在3天内查资料，到了第4天必须做决定，不能无限拖延。顶层决策关键转折，这里需要全面分析，但依旧要有最迟期限，比如择业、买房、结婚。定个 DDL， 不允许自己无限徘徊。记住一句话，错的选择大多数时候能纠正，唯一不可逆的是长期不选。在人生的棋盘上，停滞才是最危险的败局。6. 雷布森法则。你可能听过一句话，成功的秘诀不是更多，而是更少。这正是雷布森法则的精髓。成长的关键不在于你能抓多少，而在于你能放掉多少。我们都天生害怕失去，于是你会发现，很多人拼命去同时抓住几样东西，既想要高薪工作，又想要完全自由，既想要健身的好身材，又不想牺牲熬夜和饮食自由，既想要情感稳定，又贪恋刺激。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没得到。雷布森法则告诉我们，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意味着放弃。真正的高手不是比别人更贪，而是比别人更快说不。比如乔布斯，他回到苹果时，砍掉了70%以上的产品线，只留下几个能代表未来方向的核心产品。正是这种舍，换来了 iMac、iPhone 的诞生。再比如巴菲特，他看过无数投资机会，但最后投资组合长期只集中在10几家公司，选择少，却每一个都是重锤。要练习放弃力，有个很实用的动作，写下你正在追的10个目标，然后划掉7个，只留下3个。这会迫使你直面什么是真正值得的。另一招叫沉没成本归零法。当你因为已经投入很多而不愿放手时，问自己一句：如果今天重新开始，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立刻割肉。生活不是多多益善，而是少而精。会放弃的人才不会被次要目标牵着鼻子走。能割舍，你才拥有真正的掌控感。7. 倒 U 型假说。我们常说要么全力以赴，要么索性躺平，但心理学里的倒 U 型假说告诉我们，最优表现出现在冷静与激情的中间区间。什么意思？想象一个坐标轴，横轴是压力和激情，纵轴是表现。最左边是低唤醒，你太松懈，太无所谓，表现自然低迷。最右边是过度紧张，焦虑到手抖，失眠，表现反而下滑。真正的高峰出现在中间，那种既有兴奋感又能保持专注的适度唤醒状态。这在运动和学习中体现尤为明显。比如跑步，完全没有压力时，你跑2公里就停下，但如果朋友陪你小小竞赛，你会跑出最佳成绩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心里想着输不起，一定要破纪录，压力过大，反而步伐紊乱，发挥失常。那么如何保持在黄金区间？有3个技巧。调节呼吸与节奏。焦虑过高时，强迫自己做4、7、8呼吸法，吸气4秒，屏息7秒，呼气8秒，立刻降频。预设失败空间，提前告诉自己最坏结果不过是某某，你会发现风险并没想象大，从而减轻压力。小目标逐级递进，不要把注意力压在终点，而是分解成可控的小段。比如演讲时，不要想着1小时完美呈现，而是先稳住开头3分钟。倒 U 型假说提醒我们，成长不是一直加码，而是学会收放。冷静与激情的平衡才是可持续的巅峰。8. 里德定律。最后一个模型，里德定律，谈的是连接的价值。他指出，在一个网络里，
价值的增长不是线性，而是指数级的。换成人话，一个人的成长不仅取决于个人能力，还取决于他所处的网络能不能产生复利。简单理解，一个人再聪明，如果一直待在信息封闭的小圈子里，眼界和机会都有限。但如果你能进入更大、更活跃的网络，每一个新的连接都可能带来成倍增长的价值。比如硅谷的创业圈，一个工程师遇见一个投资人，背后就可能连锁触发一整套资源、资本和市场通道。放到个人成长，你可以用3层链接法来升级自己。横向链接，找到同龄、同领域的人，互相交流经验，这能让你不至于闭门造车。纵向链接，主动接触比你高一层的人，哪怕只是短暂对话，都可能让你看见全新视角。跨界链接，多接触与你完全不相干的领域，比如艺术家与程序员对话，医生与创业者交流。跨界往往孕育最大创新。具体操作：每个月设定一个链接目标，主动请教一位前辈，和一个不同行业的人聊半小时，或者参加一次陌生圈子的活动。别小看这种低频触点，他们会在未来某个时刻突然触发指数级的机会。李德定律的核心是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机会来自哪里，但你能确定，如果你始终保持链接、学习与分享，你的人生曲线一定会更陡峭。人生的分水岭不在运气，而在决策。方向对了，努力才有意义；框架正确，成长才可持续。愿你在每一次选择里都能用智慧替代盲从，把未来握在自己手里。8个思维定律其实是8面镜子，照见我们努力的盲点，也照见通往成长的路径。摩斯科定理提醒你别停在表象，去找问题的根。维奇定理教你独立判断，不做信息的奴隶。及格勒定理让你相信，天赋不过是练出来的熟练度。目标置换效应警告你，别在错误的指标上拼命。福克兰定律告诉你，犹豫不决比错误更可怕。雷布森法则让你敢于舍弃。导 U 型假说教你平衡热情与冷静。李德定律则揭示，真正的力量来自连接。人生的高低不在智商，也不在起点，而在于你是否掌握了思考的方式。方向一旦对了，时间就会成为你的朋友。愿你从今天起不再盲目努力，而是用正确的逻辑和思维走出属于自己的那条快车道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